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2月3日早上9点左右。昨天我们这里下雨了，所以呢，一夜就到了冬天。咱们今天这个话题也与气候有关。这几天，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正在中东的迪拜召开，有大概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与会。其实前段时间，大概是2个礼拜之前吧，德国的那位360度女外交部长就对外放话说中国还有几个海湾国家要为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买单。你看他这个话呀，特别的不知天高地厚，对吧？这几天呢，德国方面又通过德国有关人士，准确的说来，是一个美国人火速加入德国籍，然后呢任德国所谓的相当于气候特使。这次呢，在中东迪拜也是他们德国代表团的谈判成员之一。这个人是女的，叫 Jennifer Morgan。她原来刚才说了是美国人，后来呢，这2022年吧，对，去年德国绿党执政之后，把这个人拉过来。拉过来之前呢，这个美国人火速加入德国籍。想想看，为什么能够火速加入呢？所以呢，德国这种它的法律也是有导向性的，对吧？有些人他有关系的，可能呢可以走那个法律的捷径，另外一些人呢没有门的话，那只能老老实实。像这位 Jennifer Morgan， 就是他有后门的人，关系户，所以呢可以火速加入德国籍，然后到德国政府任职。这个人我们说清楚一点吧 ，Jennifer Morgan 是什么人呢？原来他是所谓的那个 NGO 绿色和平组织，大家听说过这个和平组织吗？其实是一个很操蛋的那个所谓的 NGO， 它主要是为了某国的政府不便亲自出面的操作的东西，然后呢通过这 NGO 去操作。OK， 这个人呢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头儿，后来呢德国绿党执政之后，把他刚才说了拉过来，火速加入德国籍，然后他摇身一变呢，变成了德国政府的雇员，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成为德国政府的公务员了。也就是说，德国人不能解雇他，从此开始，他可以领到丰厚的俸禄。这次呢，他是德国代表团的气候代表，所以呢，他是参与谈判的负责人之一了。他也说同样的话，中国以及海湾国家要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负责。有个所谓全球气候基金吧，也就是要求呢中国那个往里面投钱，多交钱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谈到气候变化的时候，谈到二氧化碳的时候，他们就不说人均了，只说总量。我们看看吧，中国有14亿人，对吧？你德国8000万人口，8000多，美国3亿多，对吧？中国14亿人，那个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准，比如说比美国多，或者不准比德国多，这是什么道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绝不能掉入西方这个气候这种话语的陷阱，应该要来个气候平等才对，对吧？因为这个气候保护今后这个条约相当于全球的法律，所以中国人呢，绝对不能够在这话语权上失分，对吧？要强硬。凭什么你西方国家现在以这个时间点，比如说2023年这个点来说，中国排放是全球这个大户污染全球的大户，也不看看全世界的这个制造业大部分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产生，对吧？这所需要的能源，是不是应该要全球买单呢？所以你光看那个一个时间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我认为呢就是耍流氓。我们知道，这所谓的气候变化，或者说呢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如果是要统计的话，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对吧？那到现在也差不多200年了。那么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每个国家的从当时那个统计出来，无法统计，那不可能吧？可以估算对吧？中国如果是说排放二氧化碳大规模排放，也就是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然后呢，中国的这二氧化碳排放就比较多了。但是如果从过去100-200年加起来，中国总的二氧化碳排放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呢，中国代表团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要算就算一个总账，另外还要考虑到人均，因为呢气候平等，我觉得这人均是不能忘记的。我这里有个数字，而且是德国的数字，所以呢用这个来反驳德国人还是比较可信的。2021年，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高的是卡塔尔，它有35.59吨。然后就是阿联酋了，21.79吨。下一个就是沙特，18.7吨。然后就是澳大利亚15.09吨，美国14.86吨。然后是加拿大、俄罗斯、南朝鲜、日本，然后就是德国，德国是8.09吨人均啊。荷兰，然后呢才到中国8.05吨。好了，其他的不用看，在中国前面的，如果是按人均的话，要买单的还轮不到中国，对不对？你卡塔尔、阿联酋、沙特、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对吧？甚至南朝鲜、日本、德国都在中国之上，你们先买单呀？这也太嚣张了吧！开口闭口要中国买单。另外还有这样的，所谓气候平等的话，这有个数字也是啊，一个外国的非营利组织，它叫乐施会，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全球1%的最富有的人口和全球2/3最贫穷的人口，碳排放量几乎相等。大家注意啊，全球呢1%的最富有的人口大概是7700万，那么全球大约是51.1亿，这人口啊，他们是属于最贫困的人口，他们51亿人口的碳排放量只相当于7700万人口的碳排放量，这个争论点也要摆出来。富人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出行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坐私人飞机，一个人或是2个人就开架飞机，你看有多少碳排放量，对吧？还有他们家可能有无数的豪车，另外呢，他们在海上出行有自己的私人游艇，这些都是碳排放大户，对不对？而穷人呢，不是走路就是骑自行车，或者最多呢可能就是坐公共汽车或者坐摩托车，对吧？但是我相信呢，全球大部分穷人可能除了走路就是自行车了。而这次在迪拜召开的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大会，它的主要目的之一啊，就是要求中国要往里面投钱，而且投的要比其他国家多。因为呢，他们说中国是罪魁祸首。因为目前看来，因为中国的那个产能特别大，对吧？世界最大，所以它消耗的能量当然也最大。然后呢，它产生的二氧化碳当然也是最大的，这无可厚非。但是要考虑到人均以及过去100多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这2点特别注意啊。因为西方话语权就是这样，他们呢才不管过去100多年他们排放了多少，他们就觉得现在我们排放的少，因为呢他们过去鼓励去工业化呀，对吧？然后把这个脏活累活都让中国人干，而现在中国呢竟然成了这罪魁祸首。过去30-40年，全球就因为中国制造，所以呢降低了他们通胀，然后呢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也就指全球，特别是西方。如果没有中国制造，他们西方人他们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可能要下降7-8成左右，也就相当于现在的1/10的生活水准。比如说，你现在10欧元买的东西，如果没有中国制造，可能要50欧元去买。那你说西方人他那点钱怎么够用呢？对吧？所以他们应该感谢中国才对啊。而现在呢，竟然把中国说成是这个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这点岂有此理，对吧？所以希望咱们中国代表团呢，不要落入西方这话语权的陷阱。
他们就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来遏制中国的发展，这真的是他们西方的陷阱。另外还有一个，德国媒体呢一直应该大概有1-2年了吧，一直在说中国怎么样。现在呢，不仅是全球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而且是污染大户。你看我们德国都已经放弃核能了，都已经放弃火力发电了。当然，因为现在德国有这个能源危机，所以德国又开始烧煤了啊。他自己偷偷在做，然后呢还好意思把这个他的那个指头指着中国，你看就那么不要脸，对吧？另外一个呢，德国其实是很傻逼的那个政府。德国人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自己是德国人之一嘛。这个政府有多傻逼呢？一个是没有能源替代方案的时候呢，把这核电厂，把它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关停了。然后呢，北溪2号被炸，对吧？然后还傻逼逼的呢制裁俄罗斯能源，搞得自己呢能源危机。然后呢，花比原来俄罗斯能源的时候啊3到5倍的价格买美国的液化气。好，自己的能源不足怎么办呢？这个核电站也关了哦。然后呢，向法国买法国的核电。你说，在全球有哪个国家的政客有那么弱智的呢？对吧？另一方面呢，他们就盯着中国，现在又在建新的那个燃煤电厂，但是德国政客以及德语媒体从来不提中国为什么建新的核煤电厂，因为中国是在改造啊。新的核煤电厂，它的热效率要比老的高得多，但是呢，他们西方媒体才不关心呢，他就是为了抹黑中国呀，对吧？也就是说，中国新建的核煤电厂，它建的比原来多，一个是改造，一个是新建，反而它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更少了，其他的废气也更少了。这点西方媒体为什么故意隐瞒呢？他的目的呢，就是搞臭中国嘛。所以这个西方掌握的话语权啊，他们真的非常的邪恶。没办法，目前呢，西方还是掌握着他们的话语权。但是我觉得中国完全有理由据理力争，然后呢，向全世界说明啊，要多说，对吧？特别在气候大会上，为什么？反正我没有听见中国的代表这个慷慨陈词啊，把比如说人均碳排放，还有过去的历史碳排放总量，以及中国为什么新建燃煤电厂，所有的这东西要把它向全世界的人们说清楚，让其他人知道中国为什么这样做，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中国为什么是无辜的啊！而且德国媒体还这么厚颜无耻地说啊，中国对气候保护做得不够，特别是绿色能源方面还做得不够。德国好意思这样说啊？但是呢，西方媒体，当然德国媒体也在内，根本就无视中国这10几年来在绿色能源方面所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我觉得今后是这样啊，这西方的政客啊，就是他们政府的人，如果他再说这样的话，要那个国家人花他们纳税人的钱来中国，让他们来中国看看中国这个绿色能源是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了，让他们来看看。我经常说，德国的电动车能见度非常低，对不对？美国呢就更低了，让他们这些人来中国看看吧，看看中国有多少的那个新能源车，有多少纯电动的汽车，以及有多少纯电动的2轮的摩托车，让他们来看看呀。像中国这纯电的摩托车，已经10多年了，我们一直在骑这个，而且不用这个汽油了。你看中国的环保做得多好，对吧？另外太阳能、风能，这些中国这个容量有多少，让他们来看看呀。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我不知道，可能是宣传部门的人没有什么积极性，或者可能中国有关部门不知道怎么向全世界宣传中国这些东西。当然，因为中国毕竟呢这几年才真正的发展起来吧，以前比较弱，所以呢中国这个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办法。
目前还是西方他们这个话语权比较强势，又加上呢中文是一门呢目前还不通用的世界语言，还是英语比较通用，所以呢他们有这个优势没办法。一个是他们发展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它有语言的优势。所以说到这点呢，我就心里呢不太好受啊。中国目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所以呢我们要主动出击才对，就是把这个数据把它摆出来，让全世界知道，特别是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一定要大胆的慷慨陈词才对啊。把总量的、把人均的这个数据都摆出来，大家全世界人民就一目了然了，对不对？如果下次还听到西方的人、西方政客，还有西方那些他们的傀儡组织，就是 NGO 所谓的那个非政府组织或是非营利组织，其实呢是西方政府的那种打手吧。他们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要怼他们，用咱们中国的实实在在的数据来怼他们，对吧？而且，中国不仅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绿化方面啊，就是植树、造林以及沙漠的绿化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出色。比如说，咱们中国的黄土高坡，还有中国那些西北的沙漠，对吧？他们的那已经变成了绿洲了，很多都变成绿洲了。在网上也很多啊，在油管上面也很多这样的那个素材呀，对吧？那中国完全可以引用这个素材来批驳西方才对。千万不要跟西方客气，这是千真万确的啊！你越跟他客气，你越谦虚，他就越以为你好欺负。而且我觉得要学会西方那一套，你不仅不能谦虚，而且要稍微把自己的成绩，把它稍微讲得好一点，也就是呢，稍微要夸张一点才对，就相当于一种营销，对吧？比如说你去某家公司去面谈的时候，去应聘啊，你是把自己说的一文不值呢，还是要把自己的能力把它好好的表述给那个雇主，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要抛出一点，夸张一点点，把自己说的更好一些呢？这是一种包装的艺术啊。而这一点呢，我觉得西方特别擅长他们的包装艺术，他们做得非常好，也就是他们的市场营销，向全世界呢就推广做的要比中国好，这是中国的劣势，所以呢，我们中国一定要注意。我认为呢，这次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峰会啊，在迪拜召开的，中国人可能会面临西方一些指责，但是呢，绝不能退缩。他们西方的话语权其实很大，其实他真正的做的很少，他们的电动化做的不好，对不对？你看，你到德国去看，电动车有多少，对吧？而且现在呢，德国甚至呢又降低了这个要求了，有这样的趋势，就是呢，把那个2035年还是2030年，就是不能再生产燃油车了。他们在讨论，可能要推迟，英国也一样，对吧？然后现在眼看着中国呢抢占了先机，德国就慌了神了，所以呢，现在还是觉得可能呢要延长这燃油车，具体他们怎么做，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啊。另外呢，德国又启动了燃煤发电，因为德国电不够啊，所以他们其实呢是说一套做另外一套，说是环保，其实很多东西呢又不环保了。而真正实际在做的其实就是中国，中国一直真的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但是这方面呢，西方是故意蒙上自己眼睛的。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还想谈谈前面说的那个德国绿党把他拉过来那个前美国人，现在是火速加入德国籍的，现在任德国代表团的气候特使，这个女的叫 Jennifer Magam。从这些事例啊，我可以有理由怀疑啊，就是德国政府正在被某国可能操纵，或者是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人把它打入德国政府内部。比如说这个 Jennifer Magam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什么理由一个原美国人，然后火速加入德国籍，然后就进德国政府任职了，而且呢还是德国的公务员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说明了德国政府还有德国很多要害部门正在被某大国渗透成筛子了。
这真的是德国的悲哀。所以从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德国真的是成了世界的笑柄。包括咱们昨天说的那个话题，也就是德国总统到中东去斡旋，然后呢被人家卡塔尔晾在了一边，让他等了30分钟，狠狠地打德国的脸。像这种德国被打脸这种事情呢，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我作为一个德国公民啊，我感到非常的羞愧。不过这不是我的错，好吧，朋友们，今天咱们说的就是关于气候这话题，就是现在西方的政客、西方这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德国的外交部长，还有德国这气候特使呢，现在都把中国打造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罪魁祸首。他们想要中国来付款、来买单，中国绝不能低头，对吧？一定要据理力争。你们怎么想呢？好了，那今天话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